你有没有去过菜市场，看到一捆只要10块钱的深绿色叶子，你是不是每次买回家之后，都直接丢进汤锅里当香料，煮完就捞起来扔掉？你可能已经这样用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片叶子到底藏着什么。很多长辈每次去市场买菜，艾叶永远都是配角，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。我先跟你说一个结论，这片你天天当成调味料丢掉的叶子，其实是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的暖宫养血天然良药，它的名字叫做艾叶。古书里记载它能温经散寒、止痛、安胎，功效多到数不完，但现代人却把它当成路边野草。你有没有听过电台广告说，吃这个养血丸，气色就会变好，手脚就会变暖？我告诉你，那些东西大部分没有实际效果。有些人吃着地下电台卖的黑药丸，气血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越吃越虚，整个人越走越差。庙口那些神奇偏方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花了大把钱又把身体越搞越糟，你知道吗？手脚冰冷、经痛、腰酸，很多人靠热敷贴跟止痛药撑着，一停掉症状马上又回来。一捆只要10块钱的艾叶，效果却可能比那些昂贵的养血补品更扎实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同样的10块钱换来的效果，可能比买好几罐补品还要来得管用？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如果你的体质不对，用了反而会上火，整个人燥热到睡不着。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，先别急着划走，你会用到这些资讯。我记得有一位患者，王淑芬女士，68岁，住在台南。她听邻居说艾叶煮水可以治百病，每天当茶喝，喝了整整1个月。结果不但没有变暖变好，反而开始睡不着，嘴破，脾气越来越暴躁，整个人精神越来越差，脸色也变得蜡黄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说话有气无力，做着做着眼睛就想闭起来。我一看她的舌头，舌质偏红，舌苔又薄又少。再问她平时容不容易口干，她说每天下午嘴巴都干得想一直喝水。我就知道她是阴虚燥热体质，根本不适合天天大量喝艾叶水。我帮她调整了饮食方向，停掉艾叶水，改用滋阴清热的方式慢慢调理，她的状况才一点一点好转。1个月后回来复诊，脸色红润很多，说话也重新有了力气。这样的案例在我诊间真的看过太多次了。很多人不清楚自己的体质，听人家说好就跟着吃，结果吃出问题才来求救。尤其是网络上流传的各种偏方，今天说这个对身体好，明天又说那个要少碰，搞得长辈们一头雾水。其实只要先搞清楚自己的体质，就能避开很多不必要的伤害。今天这一集，我要把3件事情完整告诉你。第一，艾叶到底适合哪些人用？哪些人用了反而会上火伤身？第二，艾叶跟哪些日常食材搭配在一起，效果可以直接翻倍？第三，在家里怎么煮怎么用，才能真正吸收到它的好处，又不会伤到自己的身体？这3件事看完之后，你就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用艾叶调理了。这些内容我会一次性全部告诉你，希望大家都能用对方法把身体顾好。身体顾好了，生活品质也会跟着不一样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把观念调整过来。如果你想继续收到这类健康资讯，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，之后有新的重点更新，你才不会错过。我在中医这个领域已经执业超过28年，从跟师学习到独立看诊，前后调理过的患者超过12000人。我看的不只是一个症状，更是一个人整体的气血状态跟生活习惯。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现代人对艾叶的误解太深了，要么完全不敢用，要么用法完全错误。今天就让我来帮你把这些误解一一厘清。很多人都以为艾叶性燥，体质偏热的人根本不能碰，一看到艾叶就直接跳过。但中医典籍里写得很清楚，艾叶性温味苦，它的作用是温经散寒、暖宫止痛、祛湿通络。它确实是温热性质的食材，但这不代表体质偏热的人完全不能接触，关键在于用法跟用量。会有这个误解，其实跟艾叶的气味有关。艾叶的味道很强烈，很多人一闻就觉得它一定很燥热，一定会上火，但气味的浓淡跟药性的寒热根本是两码子事。判断依据应该是它吃下去或用在身体上之后的实际反应。艾叶作用在皮肤上会让局部微微发热，促进气血流动，这是温热食材的典型表现。因为这个误解，很多真正需要艾叶调理的人不敢用。
错过了改善手脚冰冷的机会，也错过了缓解经痛腰酸的机会，反而花大钱去买一些成分不明的养血补品，结果没有对症，拖延了调理时机。周建国先生，64岁，住在台中，他太太常年手脚冰冷，经期腹痛。有人跟他说艾叶太燥热不能用，他信以为真，整整10年不敢让太太碰艾叶。每次太太经痛发作，只能靠热水袋敷肚子，效果撑不了多久，又要重来。后来经朋友介绍来我这里看诊，我让他太太试试艾叶生姜煮水泡脚。他一开始还很担心会上火，我跟他解释，艾叶温经的作用是针对寒湿引起的痛症，对于体质偏寒、宫寒明显的人来说，根本不会上火，反而是身体需要的温度。他太太泡了5天之后，手脚开始暖起来，经期腹痛的程度也明显减轻。周先生自己都感叹，说原来错怪艾叶整整10年，一直以为它太燥，结果根本是误会，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。有些人以为艾叶是天然草药，效果温和，天天泡水喝，天天泡脚，用越多身体越好，这个想法也是错的。艾叶有很强的温经行气作用，它会推动身体里的气血往外走，往下走，这个力量一旦过度，反而变成负担。如果你本身已经阴虚，容易燥热，容易口干，舌头很红，或者你气血本来就不足，稍微动一下就头晕，长期大量使用艾叶，反而会把身体仅有的阴血一起耗散掉。中医讲药食同源没有错，但同源不代表没有界限，任何食材用过头都会从补品变成负担。长期过量使用艾叶，可能造成失眠加重，口腔溃疡反复发作，甚至月经量变多，经期延长，整个人越来越虚。李美华女士，55岁，住在桃园，她本身就容易口干，睡眠浅，听说艾叶养血安神，于是每天煮一大锅艾叶水当饮料喝，一整天不喝别的，连续喝了3个月，原本就不太好的睡眠变得更糟，半夜频繁醒来，口腔里开始出现溃疡，脸上还冒出一堆小痘子，整个人越来越憔悴。他一开始以为是换季上火，自己上网查偏方，反而继续喝更多艾叶水想去火，结果症状越来越严重。直到他来看诊，我一看他的舌头，舌质红得像草莓，几乎没有舌苔，才知道是他把艾叶用过量了，把身体里仅剩的阴液都逼光了。我帮他停掉艾叶水，改用滋阴养血的方式慢慢调整，2个星期之后，口腔溃疡才慢慢消退，睡眠也开始一点一点稳定下来，所以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。庙口跟地下电台常常宣称，只要吃某种神奇养血丸或者活血胶囊，效果比艾叶这种廉价草药好上100倍，甚至可以一次解决所有问题。事实正好相反，很多地下渠道销售的补品成分不明，标识不清，来源根本无法追查，吃进去对身体造成的风险远远超过一捆10块钱的艾叶。艾叶的有效成分早就经过现代科学验证，包括桉油精、黄酮类化合物、艾叶多糖，成分跟作用机制都记录在学术文献里，安全性相对透明。反而是那些来路不明的药丸，没有任何公正的检验把关，吃下去等于拿自己的身体在赌博。很多长辈因为相信这些偏方花了大把积蓄，结果身体没有变好，症状反而越拖越严重，最后才后悔不已。陈进福先生，72岁，住在高雄，他听朋友介绍某地下电台销售的活血通络丸，一颗不便宜，吃了整整半年，一开始觉得身体比较暖，精神比较好，他以为真的有效，还推荐给邻居一起买。后来例行健康检查才发现肝功能指数异常飙高，医生看了那个药丸的成分，说里面掺了不明的西药成分，长期服用对肝脏负担很大。陈先生懊悔地说，如果早知道那半年花的钱拿去买艾叶，好好煮水泡脚调理，身体只会更好，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所以这个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过了50岁之后，身体开始特别容易出状况？这跟3个关键的老化机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搞懂这3件事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讲的这个对你这个年纪特别重要。第一个机制是气血循环开始变差。年轻的时候，身体气血充盈，四肢末梢也能得到充足的滋养，手脚常年温暖。但过了50岁，肾阳开始衰退，推动气血运行的力量变弱，血液循环变慢，
末梢得不到足够的温度跟养分，这就像家里的暖气管道开始堵塞，热气输送不到每一个角落，手脚自然越来越冷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变老，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气血运行的驱动力不足了。第二个机制是子宫跟盆腔寒湿积累。女性随着年龄增长，荷尔蒙分泌慢慢减少，子宫跟盆腔的温度保持能力也跟着下降，寒湿容易在下腹部积聚，形成一层看不见的寒气屏障，把气血挡在外面进不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过了更年期之后，会开始腰酸背痛、小腹坠胀，甚至白带增多，以为是妇科病，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寒湿淤积在里面出不去。第三个机制是肠胃运化能力减弱。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根本，肠胃一旦变弱，吃进去的东西无法充分转化成气血，身体就算补了再多也吸收不了，形成越补越虚的恶性循环。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开始食欲不振，吃一点就胀，消化很慢，整个人越来越瘦弱。这三个机制刚好都跟今天要讲的艾叶有密切的关系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5个最常见的初期警讯。第一个初期警讯是手脚常年冰冷，特别是冬天怎么穿都暖不起来。根据台大医院中医部的调查资料显示，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，有将近60%以上反映有手脚冰冷的困扰，这个比例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普遍。吴秀珍女士，59岁，住在台北，她手脚冰冷的问题从40几岁就开始了，冬天睡觉2只脚冻得像石头，抱着热水袋睡，半夜热水袋凉了又要爬起来换，整晚睡眠都不安稳。试过各种保暖方法，穿厚袜子、套发热内衣，就是暖不起来。他女儿看不下去，带他来找我。后来他改用艾叶加桂枝煮水泡脚，1星期之后他打电话给我，说睡前泡完脚，脚暖暖的，一觉睡到天亮，不用再抱热水袋了。他自己都说，用了几10年的热水袋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第二个初期警讯是经期腹痛反复发作，每次月经来都像在打仗。月经失调跟宫寒痛经在中医理论里是非常典型的寒凝包宫的表现，意思就是寒气把子宫的气血通道堵住了，血流不顺，不通则痛。郑雅婷女士，52岁，住在新竹，她从年轻时就有经痛的问题，每次月经来第一天痛到脸色惨白，手脚发冷，必须请假躺在床上，吃了将近20年的止痛药，胃都吃坏了，但一停药经痛马上又来。后来他尝试在经期前5天开始喝艾叶红糖水，连续调理了3个月，经痛程度明显减轻，不再需要每次靠止痛药撑着。她老公说，以前每个月最怕那几天，老婆痛到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全家气氛都不好，现在终于轻松多了。第三个初期警讯是睡眠变浅，夜间频繁醒来。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，全台慢性睡眠障碍的盛行率大约是 10.7%。推估超过250万人长期被这个问题困扰。陈淑华女士，61岁，住在台中，她每晚凌晨2、3点就会自动醒来，睁着眼睛到天亮，白天精神很差，记忆力也越来越退步，买东西常常忘记算钱。儿子担心她是不是有早期失智的迹象，特地带她来检查。后来她在睡前用艾叶加老姜煮水泡脚，同时搭配腹部热敷，1个星期之后睡眠开始改善，半夜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，1个月后已经可以睡满6个小时。他儿子说，妈妈以前半夜睡不着都会传讯息给他，现在手机终于安静了，他也能睡好了。第4个初期警讯是腰背酸痛反复不愈，坐久了站起来要缓半天才能走，肾阳不足加上寒湿入侵腰部经络，是中老年人腰酸背痛最常见的根本原因。现代医学研究同样证实，腰部肌肉长期低温会加速肌肉紧张跟退化，艾叶里的挥发性成分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跟缓解肌肉痉挛的作用，这跟传统中医的理论是互相呼应的。黄志明先生，67岁，住在彰化，他腰痛的问题已经困扰他将近10年，坐在椅子上超过1小时就痛到直不起来，贴了无数贴布，短暂有效但停了又回来。他开始每天晚上用艾叶煮水泡腰部热敷，2个星期后腰痛明显减轻，连续1个月之后，他说自己终于可以陪孙子在公园走路超过30分钟不喊痛了。第5个初期警讯是消化变差，肚子容易胀气，吃一点就撑，脾胃阳气不足，加上寒湿困脾，是中老年人消化功能退步的核心原因。
艾叶温中散寒的特性，能够帮助肠胃重新找回蠕动的节奏。赵文斌先生70岁，住在嘉义，他这几年胃口越来越差，饭才吃一半就觉得肚子撑得不舒服，整个人瘦了6-7公斤。儿子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大毛病，拉着他去做了一堆检查，结果什么器质性问题都没有，就是消化太慢。后来他每餐饭前喝1小杯艾叶大枣水，1个月后胃口明显好转，饭量慢慢恢复到以前的7-8成。他自己说，肚子终于不像以前一样老是顶着一颗气球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大概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用艾叶调理了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4个黄金搭配，把艾叶跟日常食材放在一起，效果直接翻倍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，在家就能自己做。第一个实践法是艾叶搭配生姜，做法很简单，准备1把新鲜艾叶，加上5到7片老姜，放进锅子里，加水煮15分钟，趁热用来泡脚，水温保持在40度左右，泡20分钟。原理是这样的，老姜性温，偏向温中散寒，对寒气引起的手脚冰冷跟肠胃不适特别有效。艾叶则偏向温经通络，暖宫止痛，两个温热食材搭配在一起，驱寒暖体的力量会非常强大，特别适合手脚常年冰冷、腰膝怕冷、晚上难以入睡的中老年朋友。林秀丽女士74岁，住在台南，她常年手脚冰冷，冬天睡觉要穿2双袜子还是冷。后来每晚睡前泡艾叶姜水，5天之后脚暖了，7天之后整晚没醒来。她自己说，泡了一辈子的热水脚盆，第一次泡完真的感觉热气从脚底一路升上来，暖到心里去了。实践小提醒，泡脚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，有伤口或皮肤破损的部位不要浸泡。高血压患者水温不宜过高，建议控制在38度以内。第二个实践法是艾叶搭配红糖，这个搭配是专门为女性朋友设计的。做法是准备1把干燥艾叶，加上适量红糖，用热水煮8分钟，放温之后慢慢喝下去。原理是红糖具有活血化瘀、温经通络的作用，能为身体补充温热的能量。艾叶能够暖宫行气，把积聚在子宫跟盆腔里的寒气慢慢化开。中医讲通则补痛，很多经痛其实是寒气把气血通道冻住了，两者搭配在一起，能够迅速温暖子宫，让经血排得更顺畅、更干净。蔡淑梅女士53岁，住在台中，她年轻时体质偏寒，每次月经来肚子都痛到手脚冰冷，脸色发青，甚至需要蜷缩在床上才稍微好受一点。后来她在经期前4天开始喝艾叶红糖水，连续调理了4个月经周期之后，经痛的程度减轻将近7成，不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撑着。她老公说，以前每个月都要请半天假陪老婆，现在终于不用了。实践小提醒，这个搭配建议在经期前3到4天开始饮用，月经量特别大或者有子宫肌瘤的朋友，使用前最好先咨询中医师。第3个实践法是艾叶搭配当归和老鸡，这个组合是专门为气血两虚、整天容易疲倦、脸色偏黄偏暗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。做法是1把干艾叶、当归2片、老母鸡半只，一起放进锅子里慢火炖1个小时，起锅前加少许盐调味。原理是当归是补血活血的经典药材，老鸡则能补气补精髓，艾叶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温通经络，把当归跟老鸡的补益之力引导到全身，让气血真正流动起来，而不是只停在上焦。3者搭配在一起，能够帮助身体温和地填补气血亏虚，改善面色萎黄、四肢无力、头晕眼花的状况。根据台大医学院针对当归多糖的研究资料，当归里的有效成分对于促进造血细胞活性有实际作用，这跟传统中医的说法是互相支持的。许玉兰女士65岁，住在台北，她更年期之后气色变得很差，脸色蜡黄，镜子里的自己完全不认识，头发掉了一大把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岁。儿媳妇心疼她，开始每2个星期炖1锅艾叶当归老鸡汤，连续吃了3个月，她气色慢慢红润起来，头发掉落的情况也明显改善。儿媳妇说，婆婆现在照镜子会笑了。实践小提醒，这个汤品性质温补，最适合秋冬季节食用。容易燥热上火的朋友，每次分量不宜过多，可以改成每3周喝1次。第4个实践法是艾叶搭配陈皮，这个组合最适合脾胃虚寒、肚子容易胀气、消化很慢的中老年朋友。做法是1把干艾叶加上2片陈皮，
一起放进锅子里煮10分钟，饭前半小时温热饮用。原理是陈皮理气健脾、化湿消滞，是肠胃调理里最常见的辅助食材。艾叶温中散寒，帮助肠胃回暖，两者搭配在一起，不仅能改善脾胃寒凉引起的胀气跟消化慢，还能帮助身体慢慢把积在肠道里的湿气清出去。廖福贵先生71岁，住在云林，他这几年吃什么都消化不了，吃一碗饭要撑大半天，整天肚子里好像有一颗气球顶着，体重一直掉。儿子每次回来都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病。后来他每天饭前喝1小杯艾叶陈皮水，1个月之后胃口明显恢复，吃完饭不再觉得顶着，肚子里的气球感消失了大半。他自己说，吃东西终于有了久违的满足感。实践小提醒，这个搭配性质温和，适合长期少量饮用，但胃食道逆流明显的朋友，建议先咨询中医师再使用。以上4个搭配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跟目前的困扰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。如果搭配之后出现任何不舒服的反应，或者不确定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，建议联系当地的卫生所，或者找中医师面对面咨询，会比自己在家摸索更安全，也更有效率。今天的内容我整理了3个重点给你。第一个重点，艾叶性温不是性燥，它适合温经散寒、暖宫止痛，但阴虚燥热，容易口干失眠、气虚多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，不适合天天大量饮用或长期过量使用。第二个重点，艾叶搭配生姜适合驱寒暖脚，搭配红糖适合缓解经痛，搭配当归老鸡适合补气养血，搭配陈皮适合调理脾胃。4种黄金组合分别对应不同的需求，效果都能直接翻倍。第3个重点，比起地下电台销售的黑药丸，比起庙口那些来路不明的偏方，一捆只要10块钱的艾叶，成分透明，使用方法有几千年的临床验证和现代科学数据做后盾，才是真正值得你认真对待的选择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种搭配，在留言区打上关键字生姜、红糖、当归老鸡或者陈皮，让我知道你打算从哪一个开始试试看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住在高雄的张雅芳女士，她68岁的妈妈，常年手脚冰冷，晚上睡不好，经常腰酸，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明显改善。张雅芳女士看到类似这样的影片之后，用 LINE 把影片传给妈妈，只留了一句话：妈，你看看这个。她妈妈一开始半信半疑，毕竟已经尝试过太多方法都无功而返，但还是照着方法用艾叶生姜煮水泡脚。1个星期之后，妈妈打电话给她，说睡前泡完脚，脚暖了，整晚没醒，腰也没以前那么酸了，声音里藏不住的开心。张雅芳女士后来跟我说，她从来没想到一支影片，一句你看看这个，就能让妈妈多年的困扰得到改善。如果你身边也有家人长期被手脚冰冷、经痛、腰酸或者睡眠差困扰着，不需要讲太多道理，不需要长篇大论去劝说，只要把这支影片用 LINE 传给他，一句你看看这个就够了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能帮家人绕开很多不必要的折腾，也能省下花在偏方跟来路不明补品上的冤枉钱。如果你今天看完，还有任何关于体质或者艾叶使用方式的疑问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尽量抽时间一个一个回复给你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按钮，之后有新的健康资讯更新，你才不会错过。最后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有恢复力，只要用对方法，给它足够的时间，它一定会慢慢回应你，你的身体还可以更好。从今天开始吧。